得知爹爹战死那日，娘亲给我和弟弟泡了一杯蜂蜜水，我没喝，因为里面掺了砒霜。娘冷冷地看着我们，他死了，我终于能回家了，你们不喝又能怎样，迟早要饿死。说完便弃了我们，背着包袱走了。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娘是被拐来的，爹爹花钱买下她，对她百依百顺，唯独不肯放她走。娘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我爹和人贩子都该死，我和弟弟也该死。他带着爹爹战死的抚恤金走了，留下8岁的我和5岁的弟弟，目光呆滞地坐在编成土坯堆的院子里。他急狠心，家里的米粮都贱卖了，没有给我和弟弟留下一点一滴。我们并不觉得意外，他恨我们恨得要死，如此行事才像他。对他的离去，我们也不难过。自我们有记忆以来，只要爹爹不在家，他就会用手掐我们腰上的细肉，不敢掐破皮，因为被爹瞧见了，他会不顾往日恩情，往死里打他。有时他掐得不过瘾，就用针戳我们。针眼小，我们好得快，爹爹回来也看不见。我和弟弟也从不跟爹爹告状，不是不敢，是比起娘，我们更讨厌爹。他吃醉酒时，抡起我们就往墙上砸，比娘狠多了。而且往往他打我们时，娘会扑上来，颤抖着把我们护到身后。有一次，他便是这般被爹爹一脚踢到吐血。编成的沙土很大，风一吹，便有沙尘落入装了蜂蜜水的碗里。弟弟急忙用手去护，眼底的难过好似编成永远灰蒙蒙的远山。姐姐，我们喝了吧。弟弟抱起蜂蜜水，看着碗里没化完的蜂蜜，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这是他最后给我们的东西了，我舍不得倒。娘的心真复杂，明明想毒死我们，却还买来珍贵的蜂蜜和砒霜混一起，泡上这么一碗看起来很甜蜜又满是绝望的甜汤。泡的时候还抹眼泪呢。你们这辈子也没过什么好日子，这最后一程便走得甜些吧。弟弟吸了吸鼻子，把碗放到嘴边，眼看着他的唇瓣就要碰到碗里的水，我皱眉一把抢过来，丢了。啪！家里最漂亮的一只碗碎了。弟弟红了眼，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坏姐姐，饿死比毒死痛苦多了，你怎么就不懂？娘是心疼我们。心疼个鬼，你脑子清醒些。你刚出生时，若不是我拦着，他差点把你掐死了。说完，我便后悔了。弟弟比我小，他比我更依赖娘。何况有时娘对我们真的很好，会做好吃的鸡蛋灌饼，还会唱小曲哄我们睡觉，会用编成满地的黄沙教我们读书写字，会讲一些神奇的神话故事。那些故事别家孩子的爹娘都不会讲。我和弟弟每次出去给小伙伴们复述，都能得到很多的艳羡，但大多时候我们更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的爹娘不会好端端的忽然变脸。弟弟还小，他虽然很聪明，也在编程见惯生死，但对娘他是有期盼的。被我一吼，忍了半日的眼泪便再也收不住，哗啦啦的流下来，然后又急忙忍住，还伸舌头把泪水尽量舔回肚子里。那模样看起来滑稽可笑又可悲。编程干旱，水是很珍贵的东西，眼泪也是水，所以我们轻易不哭。乖，不哭。我慌忙把他抱进怀里，轻轻拍打他的脊背。别怕，还有姐姐呢，我们不会饿死的，战场上有那么多死人，我们去他们身上翻，总能翻到食物和银子的。弟弟像猫一样把头埋进我怀里，轻声啜泣。可是姐姐，死人好可怕。我嗤笑，有活的爹可怕吗？弟弟一僵，猛地从我怀里抬起头，眼里亮晶晶的。当然没有。说完就主动抓起我的手往外跑。走，我们去翻食物。想活下去是人的本能，哪怕我们的出生本就是罪恶。边城外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混着大片发黄的草地，水源枯竭，死去的战士和胡兵在冬日的寒风下被冻成一堆一堆叠在一起的冰雕。我和弟弟走到城门下，胆子便有些萎了。弟弟看着满地破烂的尸首，双腿发软。姐姐，
我还不饿，要不先回去吧。我比他好不到哪儿去，但却紧咬着牙关，逼自己镇定。想活就不能怕，这次打完要休战了，我们不趁这几天找够东西，根本活不过这个冬天。你要胆小怕事，只会成为累赘，我也会像娘一样弃了你的。我骗他的，但他当真了，吸了吸鼻子，紧紧拽着我的手。我不怕，不怕了，姐姐不许丢下我。他咬着牙，主动拽着我出城门，两条腿抖得像筛子。没过多久，就被死人吓吐了。哦，我也吐了。那些尸体好臭，和我们一样想出城翻尸体的人很多，有些已经面不改色，有些和我们一样扶着城墙，吐得昏天黑地。边城土地贫瘠，又总处于战乱之中，翻尸体、吃血馒头，百姓早已习惯，许多人赖以为生。我和弟弟终于克服恐惧，颤巍巍地去翻时，城北的寡婆婆给我递了一把匕首。有些胡人没死透，往他这里割。他指了指脖子上的血管，狠心点，不然死的就是你们。他还告诉我，胡人身上有肉干，我们找到了就立刻啃掉，不然会被抢。想要带回去，就要找可靠的大人，他不算。抢小孩的东西，我可不会觉得羞耻。之后的10年，我和弟弟渐渐如鱼得水，翻尸体什么的都留给老弱病残了。我们遗传了边城人的强壮体魄和胆子，似乎还遗传了娘亲中原人的头脑。小小年纪就能趁着天黑摸去草原上偷胡人的羊，还能全身而退。有时会遇见被胡人捆住脚、行动艰难的害群之马，那马儿可得劲儿，一旦解开捆脚的绳子，撒开蹄子就跑。自己跑还不乐意，非要带着马群跑得飞起。胡人一边咒骂，一边去追，场面极其壮观。一旦出现，胡人没个1-2天安抚不下来。是以，一旦瞧见这种马，我和弟弟一定会想法子去解开捆绑他的绳子。等他撒丫子狂奔，引起马群动乱，胡人们匆忙去追时，我和弟弟抱着羊羔子就跑。我们也不回城，就在草原上假扮胡人的崽子，到处游荡。夜里挖地洞窝着，白天到处偷鸡摸狗。遇见狼群的时候，就往胡人聚集的地方引，主打一个混不吝。这般过了几年，把自己养得油光水滑，一身使不完的力气。虽谈不上力拔山兮，但在有红缨枪的情况下，遇到狼群也有了一战之力。之后，我们便把狼群远远逗弄着，溜回城门下，配合守城的将士一通射杀。如此，给城里的百姓多挣了些过冬的粮食。第6年的时候，新来了一名守城大将，据说是陛下的第8子。瞧见我和弟弟的时候，很是厌恶。我们明明没惹他，也甚少凑到他跟前去，但偶然遇见他，就会盯着我们的脸，露出想宰人的表情。我和弟弟也不想瞧见他，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娘，会让我们想起娘亲离开时决绝的表情。该说不说，我们长得也像娘，所以常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姐弟2人是这位8殿下的私生子。可人家也才20，不过我们到底是成了他手底下的兵。无他，我和弟弟在草原摸兔子的时候，救了他和他那群亲卫的命。这位8殿下实在太蠢，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支2000人的小队，就明晃晃地冲入草原，说是去查看胡人的动向，其实早被隐在暗处的胡人看得明明白白。最后中了胡人的圈套，被围堵了。他的亲卫拼死把他送出包围圈，我们捡到他时，他身边只剩100来名亲卫，而且个个挂彩，眼瞅着就要被胡人追上来了。瞧见我和弟弟在逮兔子，这种情况，他居然还费劲巴拉的把我们捞上马。坐好。他捂着肩膀的伤，咬牙切齿地瞪了眼在马背上找舒服位置的我。我白了他一眼，扯过他背上的弓箭，踩着马背勾着弟弟的脖子，拉弓上箭。嗖，一箭射下天空上盘旋的一只海东青。那是胡人的眼睛，有他在天空看着，想甩开胡人，那是做梦。说完，我就把他提起来丢到他亲卫的马上。驾！想活就跟着我们。我以为他们会犹豫，
八殿下确实犹豫了，但他的亲兵统领飞来没有，看着我骑马拉弓的眼神在发光，竟不顾八殿下的反对，驱马紧紧跟着我们深入草原，冲进了野马群。而后弟弟一声口哨，野马头子就撒开蹄子冲向我们身后的方向。一瞬间，数以千计的野马横贯在我们身后，将胡人的追兵截住，并嘶叫着带跑了他们胯下的母马。胡人怎么抽都收不住，叽里咕噜的大骂一通，哈哈哈哈哈！我和弟弟欢呼的大笑。带着黑沉着脸的八殿下回到边城后，他就不放我们走了，留下1月10两。多少？我和弟弟实在没见过什么世面，这些年压根没攒下过银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银子，真的天价啊！卖命都成。1月10两。八殿下皱眉，看我们的眼神又多了几分厌恶，有一种恨不得杀了我们，又不得不忍下的别扭劲。嫌少？我和弟弟立刻疯狂摇头，一个给他捶背，一个给他捏脚。以后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他一脸变蜜色，不知为何，这男人就很难哄，一天到晚只要看见我们俩，脸上就写着不高兴。完事了，他问我，你们怎么知道野马群在哪，还能驱使他们？弟弟轻笑，我和姐姐常年混迹草原，伪装成胡人崽子，看过他们各种马术表演，想学，但又没马，我们便只能去找野马了。我接口，这些年我们从草原上带回不少好马，都送马场上做种马了。我们说完，八殿下和他的亲卫们看我们的眼神都变了，嘴角抽抽，一脸惆怅。亲卫头领叹息，活了大半辈子，没活过2毛没长齐的半大孩子。之后4年，我们就待在八殿下的手底下，成为他横扫草原的最大助力。他见弟弟擅长冲锋陷阵，就一路提拔他，最后小小年纪成了边城副将。他见我擅长排兵布阵，就请来最厉害的军师给我讲课，许我一个校尉的职位。对，边城女子亦可为将，但校尉已是顶峰，不能再高了，因为再高些就要上报朝廷，朝廷可不认女将，哪怕那名女将活捉过敌方单于。我以为此生再也不会见到娘了，毕竟当年她走的那样干脆，边城是她的噩梦，她应该再也不会来了。可那日和亲公主的车辇入城，狂风卷起纱幔，露出那张久违的脸时，我的心跳冷不丁漏了一拍。何大庸打了10年的突厥，在被我活捉一个单于后，答应停战10年，要求是互换公主和亲，结2族之好。可我们陛下有一堆皇子，却只有1名公主，那是他第1个孩子，由元后所出，如今该是30有5。突厥新上位的单于已有60，却对35岁的长宁公主很是倾慕。得知公主一直云英未嫁，便向陛下求娶。陛下为2国边境百姓的安宁，忍痛答应。但对于此事，八殿下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应该乘胜追击，可陛下和朝中保守派不愿再打了，说是国库空虚，劳民伤财。八殿下气急，在城头上摔了陛下赐给他的翠玉腰牌。这群孬种，明明再打一场胜仗，突厥便可纳入版图。本殿要回京去，在本殿下没拿下龙以前，你无论如何不能让我阿姐出城和亲，知道吗？我点头，看着他带着弟弟匆匆回京，而后静静站在城头上，估摸着什么时候去城主府，在八殿下的姐姐，也就是长宁公主面前，展示一下身上的铠甲和铠甲底下的肌肉，好叫他知道，这些年我和弟弟过得很好，根本不需要他泡那碗蜂蜜水。呵，他会不会后悔？后悔没亲手掐死我和弟弟？毕竟他可是尊贵的公主殿下，我和弟弟就是他尊贵人生中的至暗污点。我这般自嘲地想着时，眼角的余光却忽然瞥见一名穿着绣金红衣的女子独自爬上城头一跃而下。我发现时为时已晚，伸手去抓，却只捞到她一角衣裙，刺啦一角在我手中断裂。不，我还没在她眼前摆弄过铠甲呢，她怎么能死？我纵身一跃，扑下城墙，抓住她的脚，另一只手拔出腰上的弯刀，狠狠刺进城墙。一阵电光火石，
我们坠落的速度渐渐缓慢。最后，我把他轻轻放在城外的草地上，捏匕首的手却虎口迸裂，血流不止。他缓过神，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本宫宁死也不入草原，你就得了我一次，救不了一世。别再多管闲事了。说完，看都不看我一眼，便又朝城墙爬去。我看着他倔强的背影轻笑，倒也不是很想管闲事，只是殿下若死在我当值的时候，我肯定是要跟殿下陪葬的。虽然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殿下给的。他听到我的声音时，浑身一僵。尽管我的音色早就因为习武和连年征战变得粗糙低沉，但她到底是我娘。我知道她听出来了。我身为边城主力，前些日子刚刚擒获突厥单于，也算是害殿下和亲的罪魁祸首，给殿下陪葬倒也不算太冤。但我们身后千千万万的百姓，冤不冤？我静静凝视着她，她的身材纤细，不似边关女子粗壮，但我知道她到底是个心软的。果然慢慢转身看我时，已是红了眼眶，目光死死地瞪着我。好，本宫嫁。她的泪水落下，一滴一滴地砸在我心口。我伸手想为她抹去，却发现手上都是血，便又瑟缩地收回来。别哭，怪我没把那该死的突厥连根拔了。我想送她回城主府，她却要随我回家。我愣了一下，心里止不住有些激动，有些抽痛，还有些慌张。我好久没收拾了，脏。她嘲讽地扫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家里还是老样子。即便这些年我和弟弟挣了不少银子，但都没想过更换家具。就连那个装过砒霜蜂蜜水的破碗也被修起来，放在花架上，当一个特殊的摆件。我手忙脚乱地给他泡茶，家里的茶叶都是从胡人手里缴获的，品质不高，自然比不得他平日喝的。我以为他会吐出来，然后扁得一文不值，但他却只是抱着茶碗，一点点地喝完。你弟弟呢？他把碗放在桌子上，轻声问道。平静的眼底藏着一抹慌张。他还是这样复杂，既不喜欢我们，又会止不住怜悯和心疼。但想到他当年的狠心，我忽然有了点恶作剧的想法。他战死了。瞧见他眼里的平静轰然破碎，浮上痛心和绝望时，我却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高兴，只觉得心口闷得厉害。骗你的，他跟八殿下回京了，眼下可是副将，厉害得很。其实我很想说，如果我是个带把的，那个位置铁定是我的。我在心里叹了口气，给他打了洗脚水，像儿时一般，准备蹲下来给他脱鞋洗脚时，他忽然抓住我的手，冷冷看着我。伤口都不包扎一下，是想呼我一身血吗？他自称我的那一刹那，我止不住红了眼。末将，可以再喊殿下一声娘吗？他红了眼眶，却没答应。我心头一涩，黯然地给他盛了一碗杂粮粥。家里没什么好东西，就还剩一碗晚上吃剩的粥，你若不嫌弃。他淡淡斜了我一眼，端过去，一口一口咽下去。杂粮粗鄙，即便熬成粥也拉嗓子。他却慢慢吃完了。放下碗时，他看着屋里的摆设，轻叹了口气。就这样吧，我该回去了。可他才站起来，便直挺挺倒在炕上，昏死了过去。那粥里有米粉，我吓得。我剥下他的衣裙，用炭条把他的脸涂黑后，套上我的铠甲，而我也换上他的衣裙，坐在镜子前，铅粉敷面，细细描眉。他年龄大，但保养得好；我年龄小，但边城的风沙大，皮肤干黑显老。所幸身量差距不大，脸用铅粉涂白后，瞧着极为相似。说起来，这些昂贵的铅粉还是八殿下的亲卫统领飞马来给我买的，递给我的时候一脸厌弃。女孩子家家整得比男子还粗糙，以后怎么嫁得出去？不过我倒不嫌。那就不嫁呗。我翻了个白眼，却把铅粉留了下来。这玩意儿贼贵，留着转手又是一笔银子。八殿下要我留住长宁公主，不让她去和亲。其实我是反对的。这么好的深入敌营的机会，错过了，不会再有第二次。听说她是长宁公主带大的，长姐如母，我理解她，所以我替她嫁。等我手刃突厥可汗，
载光他的后裔，我们的铁骑即刻能踏平草原。那么往后就再也无需牺牲女子和亲，换一个安稳的假象。我穿戴整齐后，回头看着炕上的长宁公主，心头止不住阵阵发涩，想着可能是最后和她相处的机会了，便鬼使神差地躺在她身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腰上，然后像儿时一般把脑袋埋进她的胸口。娘的味道还是这么好闻，还是记忆中的味道。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她也是爱抱我的。她知道自己逃不走时，是真的试图和爹好好过日子的。我还记得她一手抱着我，一手用牛奶、鸡蛋和面粉给我做蛋糕，手忙脚乱，嘴里却还哼着小曲儿。她说，生活就像强暴，既然无法反抗，就要学会享受。那段时间，爹也很好，总把挣来的银子全部递给娘。后来是怎么变的呢？因为爹去喝花酒时被娘逮到了，他非但不知错，还说娘就是他花钱买的，算不得什么媳妇。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待她好，不喜欢了再卖了便是。那时我才3岁，眼见着娘变得沉默寡言，变得不爱理我了。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只能小心翼翼地讨好她。她做饭就给她烧火洗菜，晚上睡前给她准备好热水和毛巾。我只是期待她再抱抱我，可是没有，她反而越发厌恶我了。她说，我不想再自欺欺人了，我厌恶你爹，厌恶你，厌恶和他有关的一切。或许是过去的记忆实在太美好，我想着想着，竟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时发现身侧的长宁公主早已不在，我身上的火红嫁衣也变回常穿的盔甲。我心里一咯噔，知道坏事了。我给长宁公主下药，她也给我下了药，最后她先醒了。药糟！猛然从炕上爬起来，我忽感一阵头晕目眩，腹中更是激火中烧，绞痛不已。起来后，随意从水缸里打了一瓢水，咕噜咕噜灌下几口，便匆匆朝外走去。路过卖馍馍的摊子，扯了2个啃上，而后就上了城头。城头上今日值班的将领是飞来，瞧见我时有些埋怨，这1日1夜你去哪了？说好了这2日你值班的，不会又偷偷去小官馆看美人去了吧？那些个娘炮到底有什么好看的？我忽略他的牢骚，只听到了1日1夜，当即和他核对了时间，才知道距离救下长宁公主那夜已经过去1日2夜。难怪我会饿成这样，他给我下的到底是什么药啊？能让我睡2天？关键是我还不知道他怎么下的。想到他，我忽然觉得浑身冰冷，想到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长宁公主呢？飞来指了指边城外的大漠草原，送亲的队伍昨日清晨就和胡人完成了交接。哦，对了，飞来在身上摸了好一会后，掏出一封信和一个黄金雕凤凰的护腕递给我，阴阳怪气地说，长宁公主身边的嬷嬷让我交给你的，说是你看了就会明白了。呵，一个嬷嬷还给你送黄金护腕，看着有1斤重吧？她不知道上战场软不拉几的金子最没用吗？一个嬷嬷的孩子能有多出息？不想本将军。我却没理会他的酸言酸语，颤着手接过那封信和那个黄金护腕，躲到角落去看了。春阳，娘这一生终究是败在了天真2字上。我本不是这世间之人，突来此地，还混了个公主当当，委实高兴的有些过头。小说看得多，真以为自己一个穿越女，在这落后的时代能混得风生水起。在宫里过了15年勾心斗角的日子，发现自己的脑子根本不是这些古人的对手，他们狠毒起来完全不受道德限制。我实在待不下去，便换上宫女的衣裳，拿着出宫采买的牌子，去了京城最繁华的烟花柳巷。那地方我以前只是在小说里看见过，委实好奇。人还没到那儿，就想着给他们做奇装异服，包装成流量明星，结果却在那里被人套了麻袋，卖到这边城来。我说自己是公主，可根本没有人信。女子在这个世道犹如肥羊，若无人庇护，几无立足之地。被你爹买回来后的日子你都知道了。再后来你爹死了，我终于能回去了。这回我给脸上画满了红色的疙瘩，只说得了脏病，
总算一路平安地回到京城。父皇瞧见我归来，觉得我丢尽了皇家颜面，想偷偷处死我。是我一手养大的皇帝，用驻守边疆放弃夺嫡为代价，将我护住了。我在他的荫庇下，又过了几年舒服日子。可笑的是，皇帝打了胜仗，父皇反而害怕了，非要和突厥握手言和，将我送来和亲。在他看来，我不是他女儿，我只是一个可以平衡权力的物件。这些我早知道，也不在意了。可我不想成为皇帝的拖累，他是元后唯一的儿子，他不该为了我退出夺嫡。他是正宫所出啊，所以我想在城头上一死了之。不想，竟被你救下。你呀，虽流着你爹的血，却到底善良，这点大抵像我爸。没能见到你弟弟，很遗憾。他出生的比你晚，娘待他的态度从来没多好过。替娘跟他说一声抱歉。还有，谢谢你们。皇帝和我说了，他在边城能这么顺利，你们姐弟二人功不可没。春阳，你活成了娘最想成为的模样。看着你身穿铠甲的模样，娘真的很为你骄傲。你的米粉太差了，一闻味道就不对。娘在宫里从小见惯了这些，解药都是随身带的。呵呵，傻了吧？乖，娘知道你想做什么，娘会办到的。紫色狼烟升起时，娘等着你的铁骑横扫草原，带娘回家。就在我看完信的那一刻，草原上忽然一声炸响，紫色的狼烟冲天而起。啾砰！菲儿，点兵出征。突厥的老可汗刚被俘虏不久，新可汗就被和亲的公主毒死。被毒死的不仅仅是可汗，还有可汗一家老小，总之一个没放过。突厥群龙无首，瞬间成为一盘散沙。我和飞来带着铁骑踏平王帐，却便寻不到长宁公主的下落。抓了一名突厥兵问后，才知他刚放完狼烟，就被怒火中烧的突厥王臣抓住，挂在野马身后，拖入草原深处。我把战场交给飞来，策马冲入草原深处。黄昏如血，马蹄在无垠的草原上留下一串凌乱的印记。一片低洼的草甸里，野马王悠哉悠哉地低头吃草。么呵呵呵，他认得我的气息。我在他面前下马，他就亲昵地凑过来，用脑袋蹭了蹭我，我却直直在他面前跪了下去。他诡异地瞧瞧我，又瞧瞧他脚边那一丛半人高的狼针草。狼针草里窝着一个身体被扭曲成一个怪异姿势的女子，女人的脚断了，不知落在了何处。原先这条脚上捆着铁链，卡在她的蹄子上，可碍事了。她跑了很久，才彻底挣脱。挣脱后，她就回来看看一直被自己拖着的是个什么东西，顺便吃草。这一片草垫子是方圆几里最嫩的。么呵呵呵，她的脑袋蹭蹭我，希望我摸摸她，眼里甚至还有些得意。因为以前她被胡人逮到，捆了脚绳，是我给她解了。眼下她自己解开了，多厉害！我却没理她，只看着草里的那个血人。那身本该喜庆的嫁衣，如今破烂的遮不住身体。娘，我来带你回家了。我伸出手，颤抖着，不敢去碰触那些翻卷的皮肉和深可见骨的伤口。他还活着，胸口有极其微弱的起伏，半睁着眼，浑浊的瞳孔里没有焦距，好半天才看清是我。春阳，他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吹过就散了。给我一个痛快。我的眼泪洒进草里，想抱他，却无处下手。娘，别说傻话，我们去找大夫。这样重的伤，在沙场见惯生死的我其实很清楚，他活不了。他摇头，乖，听话，娘想家了，想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手起刀落，他的身体在我怀里彻底放松下来。我抱着他，在原地坐了很久很久，直到月亮升起，清冷的月光洒满草原。我把娘弄丢了。我抱着娘的尸骨回边城时，草原已经踏平，京城却来了急报，八殿下逼宫不成，反被擒。我那弟弟也被打入死牢，等待发落了。同时，京中派来将领接替八殿下原先的职位。新官上任3把火，刚到那日就先急了我的职，并判下一个女子入军营淫乱军纪的罪责。他住进八殿下的府里，坐在原本属于八殿下的高位上，目露欣慰地俯视我。听说长宁公主把突厥可汗毒死了，
你们这些女人就是多事，目光短浅，人家都接受我国求和的提议，只要以后供奉些贡品，割几块地就解决了，非要闹这一出，你那什么眼神？他朝我挑挑眉头，笑容里满是对我的嘲讽。你们兄妹二人不就是靠着服侍八殿下爬上来的吗？如今他已失势，你要不把讨好他那套用在本将军这里试一试，说不定。哈哈，你说完了吗？我冷冷瞧着他，他愣了愣，当即就恼火了。你狂什么狂？死到临头了还狂？他捂着脖子倒下去时，不敢置信地瞪着一剑抹了他脖子的我。我冷冷回头看向飞来，我要做反贼了，你呢？飞来摸了摸鼻子，凑到我耳边，要不你叫我一声夫君？别说造反了，命都给你啊！还有那嬷嬷的儿子可能比我有钱，但一定没我能打。滚！武德30年末，春阳郡主带20万大军打入京城，擒拿武德帝，幽闭深宫。为八殿下平反后，春阳郡主登基为帝，改国号云。我打下京城那日，特意去了长宁公主府，躺在她睡过的床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的灵魂飘到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飘到一个名叫医院的地方。在一个白色的病房里，我又见到了娘亲。她浑身插满了管子，浑身肌肉萎缩，瘦成了皮包骨，只能在机器的帮助下维持生命。在病房门口，一对两鬓斑白的夫妻隔着玻璃深情地凝望着病床。我飘在他们身边，我能看见他们，他们却看不见我。而且我也触摸不到他们，但我却觉得很真实，一点都不像梦。不久后，面露苦涩的妇人难过地落下泪来。老杨，你说咱们的坚持还有意义吗？已经5年了，宁宁一直没有醒来的迹象。为了维持她的生命，房子卖了，车子和金子都卖了，已经没办法了。要不把她接回老家吧？我们不治了，剩下的钱买一瓶百草枯，咱们一家3口。中年男人看着病房里的女孩不说话，眼眶猩红。好。就在这时，他忽然看见女孩的手动了一下，机器发出滴滴滴的叫声。他惊喜地瞪大了眼，用力揉了揉眼睛，发现女孩的手还在动。医生，医生，我闺女动了，动了！一阵兵荒马乱，病房里涌进来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很快，女孩慢慢睁开眼眸，迷蒙的眼睛看着苍老的父母，呆了片刻后，哇的一声哭了。爸妈！我静静瞧着他们，瞧见他们在医生说要交检查费时露出为难的表情，一颗心跟着紧紧揪起来，急忙扯下了手腕上的大金镯子，塞进病床上那个女孩的手里。我以为会碰不到她，没想到她却下意识地握住了我的手。她僵了一瞬，一脸见鬼的表情，因为她看不见我。可待她拿起那个黄金护腕，看清上面的凤凰模样时，却顿时红了眼眶。春阳。我点点头，应了一声，他却好似听不见。可惜我身上值钱的就这么个玩意儿，还是他给我的。随即我忽然被什么东西抓住，用力的晃动，紧接着我就从梦里惊醒了。睁开眼便见傻弟弟一脸焦急地蹲在我面前。姐，你怎么了？不会受了内伤，不敢说吧？我白了他一眼，下意识地低头看向手腕。原本戴在手腕上的黄金护腕消失了，我一把抓住春熙的衣领。我的黄金护腕呢？春熙无语。你一个穷鬼，哪里来的金子，还黄金护腕？你得一挣了吧？可我真的有黄金护腕，还是娘给我的。难道那个梦真的能传递东西？那我能不能再梦一个？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